打了這些無傷呢，我現在決定做一個煙雲無傷的個人排名。我會做多個視頻，按照遊戲的地區來劃分，而且是這個地區的 BOSS 全部出完之後再來評。那在哪看這個地區的 BOSS 出完了沒有呢？點進武林路進去後，可以看到每個地區的 BOSS 進度，一個是最左邊的鎮守，一個是最右邊的野外 BOSS， 這兩個都100%的就代表這個地區的 BOSS 出完了。這樣的話呢，整體一點，不然出一個評一個，這個視頻就太碎了。像不見山縣的 BOSS 還沒出完，就等它出完了之後再弄。這是第一個視頻啊，那我先說一下難度評價的規則。鬼神愁無傷，然後不逃克，不用強控打法，套盾受傷，除非是防禦狀態，否則呢都視為破除了无傷。在這樣的一個擬設的情況下去進行難度排名。這樣定評分規則呢，是因為強控的話，基本和對面是沒什麼交互的。然後有盾的時候呢，很多技能可以不躲啊。防禦你起碼知道這下攻擊你是有意識要擋的，或者是為了打防反，不然很多 BOSS 技能啊都不知道怎么化解就无伤通關了。這樣去評難度呢，就有失偏頗了。當然了，屏幕前的你啊，自己打的時候，你想怎麼樣打都是沒問題的。我定這些規則呢，是為了客觀去評價每個 BOSS 的難度，僅適用於我個人對於 BOSS 理解的難度排名啊。不然一個 BOSS 要是一個人強控通關了，說很簡單，然後另一個累死累活的所有招式化解通關了，說很難，這個就很亂了。那到底是難呢還是簡單呢？所以我這裡定下這個規則啊，適用於我個人的評價，並不是要你們去按照我這個規則來打，只是讓你們能明白我這個評判的標準，腦子裡面有一個概念。難度梯度的話，我就按照烟雲試煉的4個難度，分為簡單、中等、困難、鬼神愁來作為評價的難度劃分。後面我還會多加一個梯度問號啊，問號是什麼？問號就是問號。清河這邊暫時沒有啊，等後面出現你就知道了。然後同一梯度內排在最左邊的比右邊的難啊，以此去劃分同一梯度的排名。之後的視頻也按照這個規則來評啊，後面就不再赘述了。清河篇第一個 BOSS 尋星，劇情上的第一個 BOSS， 難度給到簡單。最早的時候有個靈針起手的紅光，那個時候難度至少也得是普通以上，後來改掉了。修改後的尋星作為第一個 BOSS 難度是合適的，技能各方面都算簡單的，而且 BOSS 血量很少，即便這個鬼神愁裡無法使用奇術，也是可以輕鬆無傷的。葉問山號稱清河3傻之一，動作明顯大開大合，而且阿修段只是增加了武器的火焰附魔，招式還是一樣的。需要注意的是轉階段騎馬上天的流星坠火，稍微熟悉一下就可以輕鬆躲過了。難度同樣給到了簡單。小17清河3傻的另一傻，動作一樣大開大合，是很好木壓的 BOSS， 也就2階段半血以下的武器附魔需要注意一下。不過啊，小17的動作雖然明顯，但他的招式是很多的，而且1階段2階段的動作呢是完全不同，還是需要多花一些時間去熟悉的，不是那種可以無腦簡單通過的 BOSS。所以我給小17的難度呢是普通。無相黃清河3傻最後一傻，无相黄的部分攻擊要在他的武器快打到你的時候再泄释，包括1階段的紅光，也就是說他有些招式的判定點是不太一樣的，需要熟悉一下。2階段的6段攻擊也是得練習一下才能熟練泄释的，所以這個 BOSS 我覺得還是不那麼無腦簡單的，可以給到一個普通難度。皮影木起新人殺手，作為玩家開局的第一個野外 BOSS 啊，玩不到10分鐘，走出新宿村门口，戰鬥規則還不熟悉呢，就被抓着海扁一頓，是許多新手少東家的夢魘。實際上這個 BOSS 你繞開走，離他遠一點就不會進入戰鬥了。而這個 BOSS 呢，主要問題就在於大多數玩家還不熟悉戰鬥的情況下就遇到他了，連奇術都沒有。你要是掌握了戰鬥方式之後再來會會他，其實也就那樣啊。木起的技能不多，而且整體也不难。唯一需要注意的是轉階段的小怪硬直很高，近身戰的話呢很容易受傷，遠程手段清掉就可以了。整体不難，給到簡單難度。這個 BOSS 無傷不會給稱號，但是會給一個成就。皮影木落和木起類似，本體沒有太大的難度，也就2階段的金光技能有些威脅。主要難度集中在轉階段的小遊戲，小遊戲的难度其實不高，但主要得抓住機制的訣竅。你如果不看攻略，靠自己慢慢摸索的話呢，可能會花不少時間。就因為這個小遊戲啊，其實流程挺長的，我給它普通難度。沒有這個小遊戲的話呢，就很簡單了。無馬人實際上的對手呢是大狼一匹馬。作為非人形的 BOSS， 剛開始和他戰鬥的時候，你可能會不太適應他的抬手動作。不過花一些時間熟悉一下，你就會發現這類非人形的 BOSS 啊，動作其實更好看起手。1階段要提防無馬人對你射毒箭，不過讓大狼打在你面前就好了。甚至2階段我都覺得要比1階段簡單。總體難度給到普通，不是太難的 BOSS。蛇郎中韧性比較低的 BOSS， 容易被控制，技能上有不少的快慢刀，需要花一些時間練習。這個 BOSS 氣節主角的傷害高，所以多泄射他的攻擊呢，性價比更高。其他的就沒什麼好說的，普通難度。機關主手和刀都會攻擊，技能的出招角度會比較怪，因為本身呢這個也是一個結構上不規則的 BOSS， 也需要花一些時間來熟悉。標誌性的技能是衝刺7連砍，同樣給到普通難度。煞地神他的核心技能是滾地的风火輪，
這個技能多段連續，而且偶爾還打不到你，容易擾亂謝氏的時機，需要多練習。只要把這個技能處理好，他別的技能不多，而且都簡單。總體來講，我還是給他一個簡單難度，就他這個风火輪的威脅啊，還不至於到普通。隧道人技能很多，机制也不少。比如他站着发飞弹的話呢，就會在最後給你來上一鞭子。一階段是紅光，二階段就變成金光了。而他的標誌性飛彈技能需要花大量時間去練習謝氏，就算沒有這個飛彈技能，他的其他技能也夠排到困難難度了。所以隧道人的話呢，我給他一個鬼神仇難度，確實是一個需要花大量時間和精力的 BOSS。而且他的追蹤飛彈就真的屬於那種你開打都得祈禱自己運氣好，每個飛彈都能躲過。一刀哥的技能也是比較多的，不過好在他只有一個階段，他最有威脅的一個技能是近身的快速金光，其他的技能也需要花不少时间去熟悉。各種快慢刀、近身的、遠程的都有，比起之前那些划分到普通难度的 BOSS 啊，明顯是高一个檔次的。所以刀哥給到困難難度。田英沒改版之前的田英，2、3階段都需要花大量的時間練習，特別是3階段，靈真騎手的攻擊很多，再加上黃沙分身，把難度抬高了一層，妥妥的鬼神仇難度。但是改版之後，1階段還是一樣白送，2階段的許多攻擊速度變慢了，召喚法相的攻擊呢也變得簡單了。3階段沒有靈真騎手了，黃沙分身呢也不會無 CD 一起攻擊了，一代刺客之神就此削弱啊！現在的田英他縱使有3個階段，他也最多只能是困難難度了。不過從田英改版這一點來看啊，官方是願意去優化一些之前不合理的地方的。我本來以為這些老 boss 啊可能都不會再管了，沒想到他們還做了優化，說明官方還是想賺錢的，希望長遠穩定。之前的田英3階段分身和2階段的法相確實存在一些不太合理的地方，就是你經過大量練習熟悉之後啊，某些技能它還得看運氣，這就不太合理。起碼官方呢，他們想着去優化改善，這個是好事啊，我是雙手支持的。不過改版後啊，1階段還是存在開場會黑屏幾秒，玩家看不到攻擊的這個問題。優化了，但是沒完全優化，保留了一點原來的風味。千葉作為少東家家破人亡的罪魁禍首，千葉在難度上也是合格的。一直到開封皇宮出來之前，我認為千葉都是最難的 BOSS。3個階段3套技能，而且都是很有難度的，不像田一那種1階段直接白送給你。千葉的3個階段都很有難度，就意味着比起普通的 BOSS， 你要花3倍的精力去熟悉他的技能。而他的技能裡夾雜的各種快慢刀、多段攻擊、紅光、金光，甚至也還有靈真騎手的技能。千葉這個難度就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，就單純的量大、管飽、技能多、難度高，反正夠你爽的，沒什麼好說的了，妥妥的鬼神仇。皇宮出來之前，他都是1階。清河的難度排名就是這樣了。有各種感想或者有不同意見的呢，歡迎在評論區交流。預告一下，下期是開封，而開封皇宮的 BOSS 不多啊，就4個，所以開封皇宮呢，我就直接放到下一期一起講。所以下一期你們就會看到排名第1的 BOSS 要換人了，這麼快啊！我也沒想到這麼快就換。OK，那麼我們下個視頻再見。